中国和不丹签署了边界谈判备忘录，印度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墙角怎么就被松了土？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中国呢，在10月14日和不丹一起签署了关于加快中部边界谈判3步走路线图的谅解备忘录。因为中国不丹两国呢，到现在还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所以呢，这个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已经被视为中国和不丹之间一个重要的外交突破。大家纷纷猜测下一步是不是就应该逐渐的完成划界，然后两国建交，估计可能就不远了。由于印度跟不丹的关系非常特殊，所以在印度看来，如果不施加影响，左右一下不丹对中国的态度，那么印度的蛋糕就有可能被中国动了。之所以说印度不丹关系特殊，那还要提到英国。当年呢，是英国人把不丹给打了一顿，打趴下之后呢，一方面给不丹一些钱，一方面呢又说不干涉不丹的内政，然后呢还说要指导教育不丹的外交。当时你想想看，印度在英国的控制之下，那么英国需要重点对付的就是清政府了，所以英国对不丹的所谓指导教育是什么方向就可想而知。到了2战以后，英国人走了，印度呢就觉得自己是英国的直系亲属，英国在南亚的一切权利，印度都要继承。当然，实际上也确实没做到全部继承，不过毕竟不丹很小，这一点印度还是能够做到。所以，英国以前怎么对不丹，印度还是继续照做，继续呢给不丹一些经济援助，继续对不丹进行所谓的外交指导教育。当了这么多年英国殖民地如今印度是翻身做主人，当然要当几天宗主国。在这种思维下，印度对不丹的所谓指导，导致了不丹一直就没法跟中国建交，而且呢，不丹的社会舆论也只能是基本跟着印度跑，轻易谈论中印关系都是不行的。但是最近10几年呢，印度感觉到自己的墙角被中国挖了，中国对不丹态度也算是一直很体谅。知道不丹在印度的这个身边过得不好，也知道印度对不丹的欺压到了什么程度。钱是给了不少，双方好像很亲密，但是不丹内部搞选举，如果结果让印度不满意，印度马上能够切断不丹的燃油供应。所以呢，中国讲话，我们两国不建交没关系，我们先把经济建设方面的合作先搞好。中国呢参与了不丹的一些基本建设，当地人呢就可以有条件去了解中国，并且呢跟印度进行对比了。印度以前也确实在不丹搞了不少援助性建设，但是不丹要付出的代价可不仅仅是外交权利，还要给印度很多特权，比如商品的税率。其他商品，比如说国外的汽车进入不丹100%的税率，印度车45%。中国的商品，比如说服装、衣帽进入这不丹40%的税，印度只要10%。最后，印度的一些相关的信息传播过程中呢，还能告诉不丹人，海尔是印度品牌，不是中国的。所以呢，利用不丹的相对封闭，印度也能捞不少的好处。而中国开始帮助不丹搞建设之后，虽然规模不大吧，但是不丹人已经领教了中印两国的基建水平，大街上是现代化的中国工程设备，还有黑乎乎的印度工人，你说怎么比吧？特别是中国的互联网设备和手机进入不丹以后，中国文化这些软实力也跟着进入了不丹，就更容易让不丹人有理性认识。2017年洞朗问题，就是中国在自己境内搞建设，南面的不丹其实都没说什么，西边的印度就冲过来说要保护洞朗，保护不丹。结果不丹那个外相不愿意配合印度谴责中国，只是说希望中印和平解决问题。那么现在就是发现了不丹对中国态度有所改变，印度多少是坐不住的。虽然中国和不丹双方的备忘录呢，不会让印度外交部门非常的这个意外，非常手足无措，但是印度也开始在不丹跟中国打一场影响力战争。比如说，印度也将给不丹更好的贸易政策，未来可能要给不丹更多的尊重和自主权了。其实呢，不丹在印度的压力下和中国的关系并不接近的时候，我们如果只是简单的把不丹斥责为印度手下，那么今天对不丹的控制只会更加有利。而我们到现在也没有必要去逼着不丹一定在中印之间选边站，给不丹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也许是我们最好展示软实力的风格。有的时候呢，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一样，都是改造地区政治格局有力的武器。好，
关于中国不丹之间的外交突破背后到底有哪些力量发生了影响？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